你以为这只是一颗长得像眼睛的星球？你又错了。当天文学家用韦伯望远镜盯着这只眼睛超过30秒后，他们发现了一个细思极恐的事实：这颗星球的海洋深达数百公里，是地球最深海沟的50倍，一面永恒燃烧，一面永久冰封。而生命唯一能存活的地方，就藏在那只眼睛的瞳孔里。更诡异的是，探测器发现那里可能有生物，它们是黑色的，永远不需要睡觉，因为那里根本没有黑夜。这颗编号为 LHS 1140b 的行星距离地球48光年，位于鲸鱼座方向。2017年被发现时，天文学家只觉得它是一颗普通的岩石行星，但2024年韦伯望远镜传回的数据彻底改变了这个认知。它的质量是地球的 5.6 倍，但密度只有 5.9 克每立方厘米，比纯岩石行星要轻得多。唯一的解释就是这颗星球内部藏着大量的水，水的质量占比达到 9%， 而地球的水只占总质量的 0.02%。 如果把这些水全部融化铺开，海洋深度能达到2000公里。想象一下，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是11公里，那里的水压已经能轻松压扁一辆坦克，而这颗星球的海底压力是地球深海的上百倍。在那种极端环境下，水会变成一种叫做超临界水的状态，既不是液体也不是气体，化学反应速度会比正常快几百倍。这意味着如果那里有生命，它们的进化速度可能远超地球。但更让人震撼的是它的结构，这颗星球被潮汐锁定了，就像月球永远只用一面对着地球一样，它也永远只用同一面对着母恒星。朝向恒星的那一面，红矮星的光芒永远炙烤着表面，温度高达几百度；背向恒星的那一面则是永恒的黑夜，温度低至零下100多度，所有的水都冻成了厚达数十公里的冰壳。而奇迹就发生在交界处，在朝阳面的正中心，温度刚好稳定在20摄氏度左右，冰层融化了，形成了一片直径约4000公里的圆形海洋。从太空中看，整个星球被白色的冰层包裹，只有中央露出一片深蓝色的圆形区域，就像一只巨大的眼睛，永远盯着那颗红色的太阳。这就是为什么天文学家叫它独眼星球。20摄氏度是什么概念？这个温度跟地球的海水温度几乎一样。你可以穿着短袖在那片海洋边缘散步，但这里没有日出日落，太阳永远悬挂在天顶一动不动。天空不是蓝色的，而是一种梦幻的橙红色，因为红矮星发出的光主要是红光和红外线。更关键的是，韦伯望远镜在它的大气层里检测到了氮气的信号。氮气是地球大气层的主要成分，如果这颗星球真的拥有氮气大气层，那么它表面的液态水就能稳定存在，不会被蒸发到太空中。而且氮气大气层还能保护表面，免受母恒星耀斑的辐射伤害。那么这片永恒的海洋里会有什么？如果真的有生命，它们肯定跟地球生物完全不同，因为这里的光线主要是红光，地球上的绿色植物到了这里会被饿死。为了吸收尽可能多的光能，这里的植物很可能是黑色或深紫色的。想象一下，黑色的海藻森林在红色的海水中摇曳，巨大的生物在其中穿梭，而且这里没有昼夜交替，太阳永远挂在同一个位置。地球上的生物都有昼夜节律，需要睡觉休息，但这颗星球上的生物可能根本不需要睡眠，它们的生物钟可能是以海洋洋流的变化或者母恒星耀斑的周期来计时的。最诡异的地方在于时间差，48光年意味着我们现在看到的它是48年前的样子。如果那上面有文明，他们现在看到的地球还是1978年的地球，那是人类刚发射旅行者1号，而我们看到的他们也是48年前的状态。两个世界隔着48年的时间差互相凝视，谁也看不到对方的现在。2025年开始，韦伯望远镜会把它列为重点观测目标。如果运气好，3到5年内就能确认那里是否真的有海洋，是否有适合生命存在的化学痕迹。银河系里 70% 的恒星都是红矮星，如果眼球行星普遍存在，意味着可能有几百亿颗这样的星球，每一颗都有一片海洋，而我们可能只是这无数双眼睛中的一双，也在盯着宇宙深处寻找另一双正在看向我们的眼睛。我是大苏，我们下期见。